我给你放假，你为什么不走？你留在这里被别人欺负，干别人的活，你受气包是吗？不懂得拒绝是不是？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对我耀武扬威的劲头呢？你剩下工作别做了，我来收尾。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今天早上。所以昨天晚上你们俩是住一起了？对啊。哎，没有，我昨天喝多了，卢总把我带回家了。方便照顾他，就是短暂的照顾了我一下，然后我们又短暂的待在了一个空间里，你现在说话磕磕巴巴的，先去洗把脸，我跟陆总聊两句。你放心，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你还不放心吗？他刚刚说什么？你最好解释一下。不然说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他一晚上。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算盘，但我警告你，收起你那些龌龊的想法。龌龊想法是指我喜欢不染吗？我警告你，想都不要想。我怎么想是我的事儿，你觉得你的警告有用吗？你俩吵什么？没绯闻都变成真绯闻了。哎，工作我带回家做啊，先走了。剩下工作我来做，这不合规矩啊！规矩是我定的。走，送你回家。今天晚上我送他回去。你擅闯品上，我是看在不染的面子上才没报警的。趁我没反悔之前，你赶紧走。他真的会报警。这样，你先回家，我到家给你打电话。哎，我先走了。老板，你刚才的反应也太大了吧？他是我朋友，关心我，给我送个药。怎么了？那就算他来公司不对，你也不能拿所有的事情刺激他呀。他又不是你男朋友，能受什么刺激？你以为只有男女朋友才会真正的关心彼此吗？你把我安置在你家，他担心你的动机，难道没有问题吗？那你说，我是什么动机？我怎么知道？可能是你图在自己家里拿个毛巾啊、盆啊比较顺手。没能在凯瑞的生日宴上拦住你喝酒，是我不对。照顾你，是为了表示抱歉。对下属，我没有道歉的习惯。哎呦，干嘛去啊？我肚子痛，自己打车回家。你给我回来！想不到平日里雷厉风行的陆总也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听句劝，他不可能喜欢你的。劝别人之前，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备胎？陆晨阳，你求我帮忙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狂？不要死了你，这个好看啊！你看，等一下你给我拍一张。没能在凯瑞的生日宴上拦住你喝酒，是我不对。照顾你，是为了表示抱歉。以后你车胎坏了，我可以顺道载你。你要是心疼房租，可以先欠着。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喝酒了。还有，你要是腿抽筋，可以随时找我。晚上可以来这儿吃面。我一定是疯了，人邻居都说了是顺手关心一下，你上什么头啊？这位是我司市场部的布染，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空间设计师。之前的方案就是他进行的优化。你好，陆小姐你好。坐下聊吧。
顾小姐的策划可是给我们的栏目内容找到了不凡的意义啊！过奖了。在顾小姐的方案上，我们为了增加栏目看点，打算引入不同公司竞技，包括易华也会加入。这次他们可是招募了实力和颜值都是天花板级别的设计师陈曼妮，有她参加，不仅话题流量能够得到保证，而且这档节目一定会爆。怎么样？你们想不想和同行切磋一下？你让我出战，是间接宣布我成为设计部的一员了？是正式的。在你来开会之前，我已经把你的人事关系转到了设计部。在设计部，只有资历深的组长可以统筹项目进程，没有什么上级能拿职务来压人的。你可以尽情地发挥你的所能。能进设计部，我真的很心动。但陈曼妮不光人长得特漂亮，还是能把泰勒都怼到竖大拇指的天才。让我跟她拼人气，我根本没有胜算。不凡之地是比拼空间改造的综艺，不是比人气，更不是比怼人。你单纯比设计，我肯定敢一战。那综艺就是要站在镜头前面让人评头论足的。陈曼妮是一位颜值和才华都有目共睹的设计师，有眼睛的人都会投她。送人头吗？不是。你这么畏畏缩缩，那我放弃合作了。上面风大，下去吧。陆晨阳，之前我那么喜欢你，你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要你不得不正视我。我会参加不凡之地，就是想看看你不得不避我锋芒的样子。就你们品上的设计师，给我垫脚都不配。把设计当求爱不成的报复工具，学姐，你可真给我们学设计的人丢脸。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住这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别自不量力了，我都得不到的男人，你以为近水楼台就有戏？那可说不准。陆总品味也不过如此嘛。哎，你说话就说话，别人身攻击行不行？你以为你挑衅我几句就能证明你品味好了？你不是也就挑了易子和那个花心大萝卜吗？易子赫又年轻又舍得为我花钱，对我是妥妥真爱。倒是你啊，想当陆总的金丝雀？看看你从头到脚的样子，你是在挑战陆总的审美底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人的方式还是这么俗。不染是我十分器重的设计师，你说话放尊重点。是吗？那不然，我们在不凡之地比个高下好了，看看我怎么碾压你。好好准备，我对你非常有信心。人的外貌和空间设计的好赖，设计师自己说了不算，得由欣赏的人来评价。我就觉得你好看，你比陈曼妮给人的感觉更自然，更舒服。数你会夸人，说的我跟枕头似的。你畏手畏脚的样子，难道不像个绣花枕头吗？当初我邀请你来品上的时候，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我说，你能让我成为比泰勒更出色的设计师吗？设计师的心思应该放在怎么把客户的空间做到让人愿意彻底把生活放进去。就像你当初设计福利院时那么纯粹，这才是你制胜的法宝。你不应该有那么多顾虑。如果我输了，那不就更证明你有眼无珠吗？这才是陈曼妮最想看到的。那你赢了不就好了？你做好你的设计，我做好你的场外外援，
你难道就不期待跟我一起联手灭灭陈曼宁那嚣张的气焰吗？可是我现在还没想好要做什么。我爸爸长大的古巷，风景特别漂亮，但年轻人都外出闯荡了，很多老宅都荒废了。有一位熟悉的王阿姨，为了自己的孙女儿，托我改建老宅，不过格局很差，运输不便，施工难度极大，一运略一挑战。想要克服心理胆怯，光为了自己往往很难，但为了你在乎的人，你反而会觉得小事一桩。记住啊，你不是单打独斗，是跟我一起并肩战斗。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我比。来不及变成温暖的羽翼。赢了记得多给我发点奖金啊！没问题。为你不去无语，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Let me。顾小姐，我家这楼下呢，你也看过了。这楼下的套内面积是55平，楼上有个小房间呢，是我儿子没成年的时候住的，现在他已经成家了，住新区。偶尔回来一趟，就是坐坐就走。这里面又旧又潮的，他带儿子和儿媳回来住啊，那是不方便的。我就想有一个儿子夫妻之间的独立空间。再兼顾我孙女儿的学习空间，最好再有一个窗明几净的厨房。你看我这要求会不会太多了呀？不会的，王阿姨。你看你们家的呢空间有限，但是加上2楼的话层高是高的，所以我会往上去要空间。放心吧，你有再多的要求我都满足你。好，谢谢谢谢。女儿很上进，你永远是爸爸心目中最棒的设计师。不然，你发动全家给你投票了，你要加油啊，加油！希望看到和福利院一样出彩的作品，孩子们都为不然姐姐加油，加油啊！妈，你看现在这2个人的数据，陈曼妮一直在领先。我在想啊，等不染输了，我们就拿不染的身份来刺激这个陆晨阳，让他以为啊，这一切都是我们一华布下的局，在失败和背叛的双重打击下，陆晨阳他一定会一蹶不振。顺便呢，也教育教育大哥，让他知道跟您作对的后果。你和可心呢，要多投入精力，一定要让子和女朋友赢得冠军。好嘞。 《
在忙什么呢？小冉说要带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拿，我先裱起来。小冉在比赛，他的人气被易华的设计师死死地压在第2，心理压力一定不小。我们呢，先别去找他了。易华参加，那一定会用尽手段想赢。我们能帮上的太有限了。要是输了，他只有赢，妈才能默许他继续留在品上。虽然他也可以为自己多争取些时间，在品上完成设计新人的经验积累。这什么东西啊？我吩咐你是这么画的吗？这什么？不是，这颜色能用吗？妈，能找的水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绝对保证陈曼妮第1的位置。那不然呢？他呀，陈曼妮的票数已经甩到好几条街了。来了。哎，还以为是烤串儿。你平时画图都这么晚，吃点补品调理一下身子，放松点啊！我已经给你帮过的那些人都打过电话了，让他们后面给你投票。我最近在看陈曼妮的社交账号，我发现她每天都更新还有营业，晒各种的福利自拍和一些粉丝互动，吸引了不少关注度跟路人好感。你说你每天都兢兢业业的在图纸跟工地上，是不是显得有点儿……你泼冷水又泼到我这儿来了，那我下回上节目是不是也要请一个明星御用化妆师整个妆，背限量版的贵妇包正面硬刚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我最近压力有点大。哦，没关系啊，我觉得你说的对，设计师确实就不应该喧宾夺主的，就应该在改造空间这件事情上。还是你了解我，我上去干活了。慢点。谢谢。加油啊！你干什么亏心事儿了？吓这么一跳。明明是你居心不良，恶意吓我，还恶人先告状。这谁骂你虚呢？你不会说话就别打岔。什么味道啊？你一晚上吃这么多啊？一个人吃得完吗？都是给你点的。那我吃了这些，明天还用上节目吗？你这脸还怕长痘啊？没事儿，就算长了，我后期找人给你 P 掉。这美食啊，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能够缓解压力。别管什么比赛结果，放开吃。老板，你说人话的时候特别好听。食不言。尝尝这个。这是什么？清热去火，预防长痘。你不是说长痘的人后期拼吗？开什么玩笑？那得花多少钱？我就不该信你。
用了浅色系半开放式的隔断墙体，将卧室改为客厅。为了室内采光的最大化，把原本柜子挡住的墙面开窗，提高了空间的通透性。利用足够的挑高空间，将卧室上移，外楼梯移至室内，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这个挺不错呀！哎呀，这不然啊，挺厉害的。原来的旧房怎么改成这样？太神奇了！就让城堡被爱围绕。赢了，不然，你真的会带我去见家长吗？当然了，我奶奶最看重有实力的人。不是你，谁啊？陆森阳，你幼不幼稚？你装什么古惑仔呢？没装古惑仔。哎呀呀！品上总裁要输了不服气是吧？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打击人，他能扔你怕了吗？陈曼妮用枪手设计参赛，全程没有动笔，靠营销颜值获得人气，这算哪门子的堂堂正正啊？陆岑阳，你少来诋毁我！这些天除了录节目出镜以外，你其余的时间都跟义子和混在一起。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画的设计图？什么时候收集的资料？是在酒店、餐厅、泳池，还是在床上完成的？我的创意也可以让助手去实现，就像泰勒也不用每个设计都亲自动手啊。空间改造竞技是设计师之间的较量，网友们想要看到的就是你亲手设计、亲手完成，想要通过你们的设计感受到心动空间。你敷衍大众，一心扑在想要当一家少奶奶的事儿上，你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算如你所说又怎么样？让网友看到他想看到的一面不就好了吗？我不允许不染输给你们这种人，所以我只好把你用枪手的证据公布在网上。我封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原来陈曼妮是用枪手参赛，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我封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家人们，我塌房了，之前还挺喜欢他的，现在太让人失望了。枪手比赛，无耻！哼，对着这张脸，陈曼妮怎么听得下去呢？此刻怎么办？让你平时不要抛头露面，你非说是宣传。你想当公众人物被指指点点，别拉我下水！叶子鹤，开门啊！你什么意思？开门！你快把门打开！叶子鹤，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把我丢在这火灶眼里，我怎么回去？叶子鹤！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做法，最后一刻逆天改命，感恩感恩。哎呀，如释重负了，好好吃个早饭吧。这家小馄饨、小笼包都挺好吃的。巧了，这家小烧烤也特别好吃，下次一起啊。老板，2份小馄饨，2屉小笼包。坐吧。之前陆总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带点。但他最近总是吃了才来，我也好久没来了。那我们今天给他带1份吧。我这些天啊，天天入座针毡，施工上也是状况不断，更害怕会输给一华。好在幸不辱命。喂，我屈尊降贵参加不凡之地，是为了能够嫁给义子鹤，都怪你和陆岑阳，我的幸福都被你们给毁了。你最好搞清楚，是义子鹤逢场作戏，利用你的感情，你才会输得这么惨。要不是你来碍事，我现在早就已经见到义家长辈了。以你的名气，你何必为义子鹤那种渣男伤神？你明明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受到尊重的。那又怎么样？设计师要打拼多少年才能过上理想生活？有点名气有什么用？
照样谁都能挑剔设计，谁都能指手画脚。嫁个多金帅哥也不用看客户脸色，有什么不好的？我仰慕的学姐怎么会有这么消极的想法？我老板说过，自信又出色的人根本不需要这些多余的东西来强化自己的底气。在恋爱关系中也是一样的，你的才华和能力就是你的底气，自己做自己的豪门才是最靠谱的，根本不需要依靠男人来获得成功。你笑什么？我笑你明明自己就是靠男人上位，还恬不知耻地教育别人，瞎子都能看得出来陆才阳喜欢你，才费尽心思的让你赢我。少在这儿给我装白莲花了。说到底，你跟我有什么区别？你说够了没有？玩弄你感情的人是易子赫，不是不然。你要吵架找易子赫吵去，你再不走，我就让警察来请你走。你没事吧？人在气头上，口无遮拦，你别往心里去。我没事儿，谢谢你，姚明。陆总是来王阿姨家验收我的工作吗？看来我跑这一趟是多余的。你的工作网友已经验收了，恭喜你获胜了。陈曼妮都告诉我了，是因为你在场外做了那么多事，才保证了我在场内只需要跟人家拼实力。下次继续努力。果然，老板的发言都是这样，毫无新意。瞎子都能看得出来陆才阳喜欢你。我还得去王阿姨家拍项目的毕业照，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的东西。王阿姨对你是赞不绝口，还要给你介绍对象。那我怎么，你还真想去啊？陪我出去走走，以老板的身份命令。哦，那你扶好了。你还是把车停好，我们走路吧。等等我。古巷是我爸爸生活过的地方，我跟着回来过几次。这里的居民都很热情直率。我在商界久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时间长了还是觉得这里最舒服。这里的人和景，一草一木，给人的感觉越看越好看。老人家都喜欢慢生活，受你的影响，我也慢慢喜欢上这里的气场。你赢了比赛之后，像是吃了雄心豹子的，跟我说话也口无遮拦的。开玩笑的嘛。这里的生活节奏会让人摒弃浮躁，感觉很不错。慢生活看着很静，其实很奢侈。就连我，也得等到品尚彻底赢了易华之后，才有闲心搬到这儿来生活。怎么才算彻底赢了易华呢？等到易华的经营理念能和品尚一道，团结行业，给更多的客户带来更优质、有品质的居住空间，这样也算是实现了我爸爸的遗愿。那你可得努力了。易华一直追求的都是规模和利润最大化。是我们一起努力。这儿，还有这儿。到了花期，会盛开很多的玉蝉花。玉蝉花的花语是相信，爸爸相信我，才把剩下的都托付给我，包括他对整个行业的理想。在公司那么多人帮我，有你，有各个团队，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理想。别光给我打鸡血，你要给我更多的挑战。我现在可是磨刀霍霍手，痒得很。正好要告诉你，我给区政府看了你的设计，加强了他们对古巷改建的信心，吸引游客，增加收入，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准备参与古巷改建的投标。原来你哄我参加不凡之地，是因为后面下了一句大棋啊！我清楚你的能力所长，能帮我打动我要争取的客户。既然知道我能当你的先锋，那以后就别按着我的设计积极性，搞得我设计身手都变迟缓。这次给王阿姨家做设计可费劲了。实力强的人都桀骜不驯，我得考验你，看你会不会一直待在我身边，跟我同舟共济。别我抬举你一下，你就想搬走了。公司越来越需要你了，为了日后沟通方便，
继续当我的邻居吧。来不及变成温柔的雨滴，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轻轻走出远门的。刚在桥头给阿婆开了个章，正好派上用场。变成温暖的羽翼，为你抚平叹息，为你拨去乌云。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 在爱与被爱中交替，每步都心有力气。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老板，保证不搬家了。痛。你到底会不会扎呀？能看吗？很好看。Just be your everything， 在爱与被爱中交替，每步都心有力气。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 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一切抱紧。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这么晚还主动检查安全，安保这么用心，物业费是不是又要涨了？陆总，没这回事儿，我刚巧路过，您早点休息啊。怎么了？你这么晚回来的？哦，没事儿，我就跟路过的保安聊几句。我要煮碗面，你要不要一起？不用了。那你早点休息，明天你要正式去设计部了，跟你那个朋友别聊太晚。不会，我们已经约好了明晚再聚。你也辛苦了。晚安。明晚还聚啊？还没跟我吃饭呢。不然，恭喜你，来设计部马上立一大功。多亏了各位前辈帮我想点子，帮我投票，感觉自己早就是设计部的一员了。你在市场部的时候是出了名的劳模，各种忙活，还帮我们解决设计上的问题，大家早记你的好了。是啊，还帮小杨修电脑呢，不然他的心血就保不住了。恭喜你啊，不然，在我们部门啊，大家只服实力。比稿的时候，大家都各展所长，当仁不让，但一旦确定用谁的方案，所有人都会拧成一股绳，共同使劲。这是品上设计强悍能打的原因。你来了，有多大的本事，尽管使出来。是，以后还有很多地方和各位前辈学习，受小妹一拜。知道你阴历生日，按照设计部惯例呢，蛋糕都是要准备的，生日祝福呢，也不能少。3、2、1，
不然，设计部有你更精彩。谢谢大家。来吹蜡烛，吹完了再下班。大家一起吹吧。好。李师傅，设计部的福利，请您尝尝。哎呀，谢谢。今天是你生日？嗯，公司热心肠的人很多，李师傅可是我在品上交的第一个朋友，蛋糕要吃完哦。哎呀，那还能有伤？你在公司的第一个朋友，应该是陆总吧？我哪配当他的朋友啊？陆总是我职场的大腿，不得对他客客气气的。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提醒你，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大腿也罢，你看，你都请我吃蛋糕了，请他了没有？要是略过了陆总，是不是反而显得太刻意了？陆总，设计部同事给我准备的，味道还不错。陆总也来一块吧。哦，你过生日，我没给你准备礼物，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不用客气了，我一般也不过生日，过生日只会提醒我自己越来越老。同事们太热情了，准备的蛋糕又不好浪费，所以请大家一起光盘。我也不爱过生日，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福利院院长估摸着帮我填的。反正也是个不知道自己生日是什么时候的人，也没什么好过的。听你这么说，感觉我有点矫情。但是过生日嘛，我从小就比较挑剔，如果不是收到特别的礼物或者有特别的安排，我就干脆不过，免得小小的自尊心得不到满足。我耽误你下班了吧？先闪了。李师傅。哎。不是我说你啊，今天的日子，你怎么反应慢半拍呀？他跟别人有约了，我约晚了。晚怎么了？只要没过12点，都来得及。有道理，我去准备一下。我选真心话。你为什么要去老伙计？又能做咖啡，又能调酒，而且那上班轻松啊。不真诚，不真诚。够真诚吧？再来。又是你。你现在有喜欢的异性吗？我有很多喜欢的男明星，几乎月更。我说的不是崇拜对象。行，最后一把。每个甜蜜滋味，反复的回味。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我能做你男朋友吗？别开这种玩笑。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有句话我在心里藏了很多年了。做我女朋友吧。我接个电话。
喂。你的保镖男神，我给你找到了。怎么可能？连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谁，你怎么可能找到？小学的时候没学过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给你看他穿的保镖制服，要是对，你0点前赶去当年的山庄，去见一面吧。是陆晨阳吗？金勋，对不起，你的项链我不能收。不然，我们除了是死党，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拒绝我，是因为陆晨阳吗？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对你。我对你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我不能错把感动当成心动。我还有事情要去处理，对不起。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我们除了是死党，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早知道他对我的好是因为这样，我应该早点发现，早点说明白，也不至于。他在那边，想喝什么，我让秦轩给你弄。谢谢。哎。我来晚了。没有，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等我搬完，钥匙会第一时间退给你。辞职信，明天我会寄到人事邮箱。我隐瞒知道你身份的事儿，是想让你在品上没有包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给你造成了困扰。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该道歉的人是我。我刚开始接近你的确是另有目的，但在我接受你的邀约开始，我和奶奶的约定就解除了。我去品上，只是因为我想做一名真正的空间设计师。我知道。那你呢？想没想过反利用我的身份去对付一家？原本想过，虽然当年的事儿，你爸有不得已，而且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我爸爸死了，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已经造成了无法改变的结果。
我可以恨易家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但后来我发现，你之所以不受华董待见，是因为你们易家人不想跟易华同流合污。所以，我想为自己曾经的坏念头补偿你，才想给你更多的机会。谢谢你的好心。早知道，我就不用背负这个压力了。现在说破了，反而轻松了吧？我猜，你一直不喜欢过生日的原因，是有华董的缘故吧？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只有一个孙子。我听说你的长子叶敏德有个女儿。叶敏德已经脱离了易家，他的女儿和我没有关系。就算我帮助过女学生，也是做好事。陈曼妮虽然翻出了你的助学贷款的担保人是华董，但华董亲口承认他只是做好事，并没有承认你是易家人。那么陈曼妮在公司说你是华董派来品上的奸细就不成立。公司那边你别担心，华董跟你撇清关系的话已经传达到公司了，大家不仅不会觉得有什么，反而会觉得你因为想要做好设计，不惜跟华董抗衡，很了不起。这就是你去易华为我讨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你为了我这样公然和易华叫嚣，也太冒险了。现在你知道我将要面临多大的压力了吧？你还要坚持辞职，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吗？我哪有本事左右你们的商业 PK 啊？既然同事关系留不住你了，那我只能换一种更牢靠的关系，把你留在我身边。之前你阴历生日，本想给你个惊喜，结果害得我们两个都感冒了。今天是你的阳历生日，我想将功补过。我过生日，你为什么会感冒？换你穿一身单薄的保镖制服，在山里面待1个小时，你也会感冒的。我很确定是爱情。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我们都有交织的星球，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我们牵手把地很沉重。这花真好看。怎么样？看了这花，心情该好很多了吧？李师傅，老板为了不染，去找画廊，把一家的底牌都抖出去了。你怎么也不拦着点儿？原来你心情不好是因为这个呀？您就不担心吗？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了易华高层犯错，为了不染，却把底牌亮了。老板一冲动，我就担心他忘了自己的初心。
其实陆总能够轻易交出去，还让人家亡羊补牢，说明那些东西啊根本就不是他的底牌。想要赢易华，光抓住易家人犯的错呀，那都是小手段。陆总想的是动摇华兰的信念。无论是竞争还是生意，冷血呀，未必能够成为常胜将军。就如同种花一样，要有阳光，还要有温度，这样呢，才能够更加的开枝散叶，蹭蹭的往上涨。你说过，如果过生日，要有最特别的安排，那就看看我的准备，能不能经得起你的挑剔。这个是几十年的老普洱，你试试。你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过寿呢，陆大爷？你不喜欢啊？算了算了，都是你的心意。你今天和以前不太一样。没有啊，我就是有点紧张。福利院的孩子们说我们是王子和公主，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失望。失望什么？起码，王子要让公主幸福。接下来，还有。